马儿要吃草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为什么马自达逆流而上，增加发动机容量？汽车界的一些趋势是如此持久，以至于它们可以被称为久不变。例如，几乎不可能找到比其前身更小的新模型。每一代新车只会变得更大，但矛盾的是，发动机排量正在下降。诚然，一些制造商决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，新车型提供的不是更小的发动机，而是比以前更大的发动机。日本制造商马自达推出了其最大的车型 CX-60， 配备 3.0 升汽油发动机或 3.3 升柴油发动机，即使是可充电混合动力版本，也有一个 2.5 升的发动机。相比之下，现代 Sentif 在同一级别拥有 1.6 和 2.2 升的动力总成，而 Ceed Torako 拥有 1.5 和 2.0 升的动力总成。此类中的许多跨界车都配备了类似的发动机，即它们的排量通常不超过 2.0 升。较小的发动机在城市交通中磨损得更快。减少发动机排量与日益严格的环境要求有关，车辆超过二氧化碳排放阈值的制造商必须支付数亿欧元的罚款。为了在环境要求和不同的国家税收制度之间出现，制造商在过去的20年里尝试了各种技术，得出的结论是，最小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在恒定的低负荷下需要更少的燃料，所以汽车制造商们一起与零部件制造商一起，在涡轮机和直喷系统上进行了大量投资。后者提供了非常精确的燃料供应，影响消耗和排放，而涡轮机提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的功率和更大的发动机容量。空气和通过创造合适的燃料混合动力，当踩下油门或有人超车时，小型发动机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显著的扭矩和动力。材料的新知识和更准确地制造各种部件的能力，促进了向较小工作量的转变和涡轮机的广泛使用。但是，除了重量轻、经济性等优点外，小型发动机也有一些缺点。由于这样的发动机强度更高，因此负载更多，进而直接影响使用寿命。为了不减少资源，小型发动机必须谨慎操作，并且必须遵循推荐的保养周期。每个制造商都应该在汽车的用户手册中提到，建议的换油间隔仅适用于正常运行，即当车辆不仅在城市，而且在高速公路上以或多或少的定速度定期行驶时，承受过大的负载。在车型上，自诊断系统会考虑驾驶条件，并在必要时调整维护时间。简单的说，将快递运输作为重载的一个例子，它主要在城市中行驶，每天开关20到50次，所以引擎就像一整天从零开始一样，间隔很短。当然，在这种模式下，零件磨损得更快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机油的更换频率应是制造商建议的2倍，因为润滑效率的下降速度比在高速公路上一定速度行驶时要快得多。大型发动机的优势，有一种说法是工作量不能太多，而马自达的工程师们在开发新发动机时似乎也遵循了这一理念。然而，需要指出的是，新 CX-60 的发动机以其极高的效率脱颖而出，即在有利条件下，这些动力总成的热效率高达 40%。 由于内燃机的这一数字通常约为 20%， 因此 Mazda 的结果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不过，新款跨界车的可充电混合动力系统还配备了 2.5 升 eSkyActiv 发动机。谈到大型发动机的特性，它们通常具有更高的扭矩和更宽的转速范围，即使在动态行驶时，发动机也会以较低的速度运行，并且与小型发动机不同，它承受的负载也较小，这使得大型发动机即使在恶劣的运行条件下，也能持续更长时间。马自达的专家一直在寻找创新的解决方案。当其他人使用涡轮机时，这家日本制造商密切关注燃油喷射系统，尝试混合和压缩这项工作，产生了 SkyActiv G 等系统，还有 SkyActiv X。这些发动机不仅经济，而且还结合了高速汽油和低扭矩柴油。一般来说，它们应该比同等功率的小型发动机使用寿命更长。此外，更高的体积并不意味着高油耗。所谓的 CX-60 可充电混合动力版
即使配备 2.5 升发动机，根据 WLTP 每100公里仅消耗 1.5 升汽油。此外，这款动力单元功率大，系统开发327马力，让大家庭跨界在 5.8 秒内达到100匹。前面提到的现代圣达菲的混合动力版配备 1.6 升汽油发动机，耗油 1.6 升，但系统的功率输出为265马力，汽车加速时间延长了3秒 8.8 秒。当电池放电且只有内燃机运行时，可充电混合动力车之间的燃油经济性差异甚至更大，然后电池和电动机的质量成为额外的负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排量更大的发动机也更好，因为已经提到的优点，更大的速度范围与相对高的扭矩相结合，这不仅通过减少发动机的负载来节省燃料，而且还延长了它的使用寿命。